大人，我们必须要向神皇陛下请罪了。我们先是隐瞒了攻打圣庙失败的事情，远州联盟军叛乱，再到这光明王起义，如今我们又连失3城，这些我们从未和神皇陛下提起过分毫呀，大人。一旦上报事情，你知道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吗？月亮湾一战，是我杀敌无数，才有了今天的位置。如果现在认输，那之前的努力就都白费了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打下去，直到赢。大人，有支部队朝我们来了。从哪个方向过来？西南方向。西南方向？西南方向不应该有敌军啊。来的不是敌军，那是头儿。刚刚收到的消息，北族凌不虚正带队前往鲁地大营方向。凌不虚一直驻扎在瓦云以东的西南大营，和鲁地互为支援。二人一旦兵合一处，恐怕咱们就招架不住啊！那咱们该先下手为强啊！不，凌不虚这么一来，我倒是有点心疼鲁地了。头，你打仗打懵了吧？哪有心疼自己敌人的道理吗？西南大营的粮草向来有2处供应，一是由北族境内运输补给，但是线路颇长，相当麻烦，所以另一个主要来源就是鲁地在远州各地的征粮。众所周知，鲁地现在哪有功夫为西南大营运粮呢？前2天，我们在塔林附近截获了一支运粮的北族小队。现在看来，这支小队应该就是去往西南大营的运粮队。没错，所以啊，凌不虚此行不是来增援，而是兴师问罪。既如此，那我们为鲁地祈祷一下。你竟然被远州人打得如此狼狈，连塔林都丢了。这光明王用兵策略确实不一般。都是借口。北族被远州人打得溃不成军，闻所未闻。将军，你准备如何向神皇解释？解释什么？战败。我败了？这还不是？胡说！就那群远州的杂碎想赢我，他们只是一群种地的奴隶，一群狗。是吗？那大人似乎被这狗咬得不轻啊！哎，2位大人消消气，咱们现在应该同仇敌忾，不能让外人得了便宜啊！大人，大人，您请。来，大人。我只是一时大意，上了他们的当。待我重整旗鼓，一定把光明王的脑袋拧下来当酒壶。好，那在下就等着将军告捷的消息了。不过眼下我还要派信使，将将军战损的情况一一核查清楚，好如实的禀告神皇。将军，好自为之。告辞。他凌不虚什么东西，敢这么跟我说话？要不是看在神皇的面子上，早把他头拔下来了。大人，您先消消气。咱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还是想着如何打败这光明王。这林将军留下的信使在咱们军营，不日战败的消息便会传回赛戎城，
若是神皇知道了咱们再无圣迹，咱们肯定比死还难受。你们的粮草所在何处？快说！大人，下去吧。大人，凌将军命属下前来清点贵部所剩粮草辎重，以及战损情况，还请大人配合告知。阁下准备怎么向神皇交代呀？自然是如实禀报。哎，凌大人，看住凌不虚，把所有派驻神堡的人统统杀掉。是。这次要是再输了，就再也没有我的立足之地了。所以光明王必须死。糖葫芦喽！哎，姑娘，来一串。边将，你这糖葫芦用什么做的？姑娘说笑了，糖葫芦当然是用山楂和麦芽糖做的啦。哎，我知道了，像你一样甜的麦芽糖。那你生意可好？不买就别打扰人家做生意。你就打扰了。没事没事，这几天糖葫芦卖得好，我正准备请人帮忙帮我一起做呢。是吗？大人听见这事儿定会开心。下次，慢走，下次。慢走。阿秀什么时候有吃糖葫芦的癖好了？你有多久没在远州看见卖糖葫芦的店家了？再看看现在，远州以前生活匮乏，百废待兴，人们连饭都吃不上，只求能够多收些粮食。但是现在生意重振之后，除了生活必需品，都有糖吃了，说明远州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富足，有了更高的追求。这可都是大人的功劳。你知道远州现在缺什么吗？什么？春风院。你，喂，站住！哎，我回来了。嚯，什么东西啊？看起来挺沉的。你去采购了？没有，这些都是远州百姓送的，说是给咱们办公用的笔墨之类的。看来布卢村商业恢复的不错啊。不仅是布卢村，其他几个邢台也都陆续开始恢复耕种。根据头儿的策略，休养生息，所以咱们的赋税极低。现在的百姓对于耕种的积极性那是极高。那咱这军费怎么办？咱不需要军费，咱们只需要粮饷、武器、部队开拔、更换驻地等费用。根据现在的赋税，咱们已经足够了，并且还会有点富裕。没想到啊，你还有做参见长史的才华。罗杰，让之前被咱们俘虏的北族士兵去帮忙开矿。在鲁地开启谈判之前，他们闲着也是闲着。成。鲁地会和咱谈判吗？迟早的事儿，而且现在开矿对我们大有益处。其实我已经让袖子营的斥候前往瓦云以西联络商贸了。联络商贸？头，你是想和紫川进行边境贸易啊？紫川境内的物资流通章程，导致目前紫川境内物资流通非常困难。同时，我们远州矿产资源非常丰富，有一些矿产种类呢，在紫川境内是非常稀缺的资源，所以这是我们的优势。只是我们只能用金币交易。可是现在咱啥也不缺呀，干嘛费劲干这事儿？要是我们真正的想让远州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，我们现在所做的还远远不够。与鲁地一战，我们始终不敢正面面对，其真正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远州的基础建设大不如北族，更别说与紫川家还有刘封家相比，农业、建筑业的技术、学堂
兵工厂，还有医馆，这些一切有利于远州人民发展的东西，我们都要回到淄川学习相关事项，以发展远州。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和任务。哎，头儿，你说这事儿，那谁比较合适呢？哎呦，我肚子疼，肚子好疼！哎呀，哎，头儿，虽然我知道帝都的东西好吃，床也舒服，酒也好喝，还有那春风院。头儿，这次说什么你也都不能回去了，至少得先把鲁地的事情解决掉。嗯，你们，行，那我们至少先把午饭的问题解决了吧？行。便来了，谢谢老板。老板，这我们没有点啊。啊，送的，几位慢用啊。这样，头儿，你跟这儿有份子。这面的味道怎么这么熟啊？帝都的味儿。我独家研制出来的配方，交给了这个老板，跟帝都城门口面摊的味道一模一样。我突然发现，我在厨艺方面也颇有造诣啊！啊，怪不得呢。帝都面摊老板可从来不随便给人加肉。快吃吧你。谁再给我来一瓶？几个菜啊，喝成这？整。他说今天一定特别高兴。你看他什么时候喝过这么多？咱们今天还能吃着淄川的面。是啊，谁能想到，远州竟然能发展成这样？可不嘛，咱从帝都滚蛋的时候，也没想到会发展成这个样子。他说在这儿找到了他的价值。瓦云远州军第15队旗领图瓦，拜见帝林大人。老旗领一路颠簸辛苦了，快请坐。谢大人。您此次回帝都，是回来受勋的。我参军至今已经整整40载，如今述完职，便要告老还乡了。您戎马一生，帝林颇感敬佩。但您应该去领兵司，为何来我书律司啊？大人，素闻书律司公正严明，我这次是来向大人请愿的。这次我还带来了我的一些伙伴，我恳请大人能容他们与我一同请愿。好，那就请他们一并进来吧。不必了，大人，他们已经在此了。大人也是出自军营，我想
军营里的一些不成文的规定，大人也是有所了解。在上战场前，将士们都要在腰带上写上自己的名字，这样，即便是丢了脑袋，脸被砍烂了，也能凭着这条腰带找到回家的路，知道是谁家的孩子。这个是陆家，他长得比女娃子都白，也常常因此遭到大伙的调侃。但是他上了战场比谁都狠，临死前他还扑上去，用穿透他胸膛的尖刀刺死了敌军。这个是我的老哥们了，他也守了远州20多载，我们2个人还在军营的后面买了一坛酒，约好了等到退下来痛快地喝一顿。可如今他们都来不了，我只好以这样的方式把他们带到这儿来。身为男儿，自当保家卫国。我们每个人从进军营的那一刻起，就做好了马革裹尸的准备。这么多年来，我看着军营中的将士一个个的倒下去，有一批批的填充进来。瓦云城也在一次次的战事中变换着他的模样，但从我的心里，我从来未动摇过。如今瓦云的修缮工作已经正常进行，军长大人也给战士的家属发下了抚恤，家族不会亏待每一个战士，无论是活着的，还是牺牲的。是啊，刚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们的心里也开心的像过节一样。可是后来，一天天的就开始担心了，害怕了。怕什么？怕瓦云还没有修好，人心就先塌了。大人，我代表为瓦云城失去生命的将士们和依然生活在城里的百姓们，恳请大人去看一看，看一看现在的瓦云城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。大人，大人，我愿去瓦云进行调查。老七领请起。老七领放心，过几日就是帝都各统领会议，瓦云的事儿要解决就光明正大的解决。林斌副统领，现在瓦云那边情况如何？在瓦云的正面看，北族的西南大营状态十分平静。这是因为远州境内的反叛事件进一步严重了。远州的那位领袖光明王，带领着远州人反抗北族的统治，所以北族的一线作战部队都被抽调回去镇压叛乱了。你知道那个光明王，他是哪个部族的吗？目前还没有确切消息。哦，远州叛乱以来，最使我们头疼的是北族，但是这个光明王出现了，倒是对我们有很大益处啊！尽快调查清楚，掌握真实的情况。是。明辉，在。现在西部情况如何？在西北部的边境，刘峰家的战斗部队已经停止了经常性的挑衅活动，这与刘峰家的内乱有着密切的联系。大人，我认为明辉头领的猜测是正确的。据我在刘峰家的探子回报，刘丰明叛乱之后，刘丰西山很快又接管了刘峰家的政权，只是收拾残局还需些时日。刘峰家族啊，内乱尚未平息，他政局又不稳。明辉，我们将如何行动呢？属下认为
应该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，一举摧毁刘封家，推进子川家族一统西川大陆的霸业，铲除刘封家。诸位有何意见？大人，现在固然是攻打刘封家的好时机，但还需多方面整体考虑，在军事和后勤方面，需要做长期的计划和准备。司仪林，在。对刘封家作战，你有信心吗？单从军事方面来看，要看刘封家此次内乱对他们的兵力消耗如何，还有我们的部队恢复如何。就目前情况来看，两军相差不多，但是我坚决反对。司仪林阁下，这几年家族损失的军队数量，你们应该有详细的统计吧？没有详细统计过。如果戈大人需要的话，我可以……没这个必要，我现在就能给出大概的数字。781年是我们子川家运势较好的一年。虽然在西部吃了刘封霜的败仗，在远州却打了胜仗，一年下来，士兵损伤的人数约为3万，可以称得上正常的消耗。783年开初，帝林大人在远州非常活跃，连战连捷，但我估计5、6万的伤亡肯定是有的吧。接下来就是在平定杨明华的叛乱中，帝都军民损伤程度起码又是1万人。帝林大人，您没意见吧？在远州的叛乱中，雷洪叛变，各省守备军队的损伤，赤水滩惨败，加起来一共有23万军队伤亡。然后北族突袭，这一时期的伤亡资料非常混乱，但总体伤亡之惨重是空前的，军队损失达40万。戈大人，这不是我。司仪林大人，帕义抗击北族的壮举，出战前将近11万的兵力，回到瓦云不到5万。现在资料基本已经齐全，总计，我声明一下，这是按照最保守的资料统计的，还有很多我没有注意到的，可能遗漏了。77万。各位大人，77万。对于各位大人来说，士兵、部队可能只是一个数字，但士兵和部队不是凭空产生的，每一个士兵都是爹妈生、父母养的，把他从一个嚎啕的婴儿养成一个成年的男子，起码需要20年的光阴，耗费的时间和物资都难以计数。本该作为生产主力的壮年男子，被大量的抽调到部队中，消耗在战场上，极大地压缩了其他部门的生产能力，导致生活物资匮乏，物价飞涨，黑市交易泛滥，我们的经济正在萎缩之中。现在如果为了应付危机，短时间内节衣缩食，我相信民众可以忍。但如果是为了争霸天下的虚名，毫无目的的穷兵黩武，将军费赋税加注于不堪负荷的民众，军费方面的问题，我相信如果是对子川有利，那么民众一定会支持的。那是因为你们在欺骗民众，说一切灾难都是因为外族入侵造成的。一旦开战，兵火连接，伤亡惨重，我们都将成为罪人。到时候我们要怎么向民众交代？家族还有多少个77万青壮年？军长大人，他们可都是我们的血肉同胞。你说完了吧？会议
先开到这儿，大家先休息一会儿。等待时间真漫长啊！会议还没重新开始。大哥，其实我觉得，歌山大人说的不是没有道理。就算他有1万个道理，他也不应该那么说。毕竟，最想打这场仗的人，就是军长大人。因为在远州失利之后，他当然希望后世的史书上记载，军长参星在遭受远州小挫之后，一举歼灭了淄川百世仇敌刘封一族，这是何等的壮举啊！所以他那么急着把明辉和林冰召回来，就说明他下定了决心。但歌山却不识趣。你呢？你想打仗吗？让我打我就打了，但按歌山大人所说，确实是，如果贸然出击的话，到时候和刘封家闹得两败俱伤，北族再来犯，得不偿失吗？你呢，大哥？说实话，歌山想的是民生，我想的是淄川的长期发展。5年之内，如果我们不歼灭刘封家，淄川必亡。什么意思？很奇怪吗？远州之战之前，我们与刘封家平分秋色，到我们失去远州之后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族力会渐渐步入刘封家，不用5年，就会被他们甩在后面。可我们现在战败也不久，兵力不足啊。如果你担心兵源的问题，我倒有个办法。在会议继续之前，我宣布一件事：淄川宁将参加家族事务。今天是他第1次参加家族的决策会议。他长大了，他可以参加家族的事务，为家族分忧了。我不想让他在军队里先干，到领兵司、督政司去。罗明海、歌山，在。小宁以后就在你们属下工作，他有哪些做的不对，你们可以批评帮助他。是。总统领大人、歌山大人，请多指教了。宁殿下冰雪聪明，我们领兵司又多了一位栋梁之才啊。小宁坐下来。好，我们会议继续进行。军长大人，我有2个提议。第一个，我们可以将下次的征兵重点放在远州的难民身上。这个提议很好啊。远州归附北族后，瓦云增加了数百万的流民，这给当地的社会治安造成了极大的隐患。况且我们每个月还要耗费大量的金钱给他们发放补助和食品。没错，我们如果将这些难民的青壮年征兵入伍的话，1个军人就可以养活1个3口之家。就算我们在100万难民中只取40万人征兵入伍，那也相当于我们养活了120万人。而且以我的经验来看，这些难民失去了家园，对于北族只有仇恨，稍加训练就可以成为一队英勇无敌的敢死之士。司仪令纵观全局，考虑很周全，可见是用了心呐。歌山，你有何意见呢？是个好主意，只是大批难民组编成军，至少需要训练1年半载。如果1年半之后我们再打刘封家，我绝不阻拦。我这第2个提议，就可以打消歌山大人的疑虑。我们淄川家不是手里没有兵，而是兵不在我们手中。那你说在谁手里？根据调查，3省台其中23名参使手握私兵，总数达30万人。这个消息确切吗？基本上可以确定。如若我们将这些私军编入正规军的话，完全可以与刘封家一战。大人，
据我所知，家族和三省台的协议当中明文规定，贵族私募兵不允许超过3000。毫无疑问，众位参使已经触犯了法律。如果情况属实，那按家族律法，可以以谋逆之罪。等一下，叔叔。军长大人，各位大人，不好意思打断一下，在您做出决断之前，我是不是可以说2句啊？可以啊。诚如帝陵大人所言，这些参使都已经违反了法令，但是贵族佣兵不能超过3000这一法令，距今已经200多年了。如果不是帝陵大人提醒的话，连我都忘了。这些参使未必就有忤逆之心，所以恳请军长大人给这些犯错的参使一次机会，只要他们肯交出兵权的话，并不予追究，这样子也可以显示家族宽广的胸怀。如果他们不肯交出兵权呢？如果他们拒绝的话，那就交予三省台，由三省台来进行裁决。23名贵族在三省台中只是极少部分，我相信并不会影响三省台做出公正的裁决。而且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给予参使们一些适当的补偿，或者说，我们将征用军队的说法改为购调军队，这样子也比较容易让人接受。明殿下想得着实周全，在下也十分佩服。大人，此事是疏律司监管不力，还请大人把此事交于在下，我好将功补过。这事情事出有因，也情有可原嘛。如此情况，我们便决定在难民中招募军队，帝陵可以同步进行调查三省台成员私募军队一事。待征募军队训练完之后，向刘封家开战。大哥，要不是你有2个办法，不知道这个会议要僵持到什么时候。不过你早就有想法的话，为什么不自己说，非要让我说？如果这个军事上的建议由我提出的话，军长大人一定会有所忌惮，罗明海也会多加阻挠。但由你提出来，这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儿，谁都没话说。一则呢，可以调整军队攻打刘凤家；二则我可以拿回权力，调查三省台。所以你早就想调查三省台了？会议结束之后，我就派葛青前往瓦云调查了。这事跟瓦云有什么关系啊？因为之前有个瓦云的老旗领来找过我。是，托尔知道，他说的情况也都属实。那既然如此，为何不上报？瓦云要隘虽然修建缓慢，但也没有明显疏漏。此事由三省台跟进，我虽统领整个远州，但也无权过问。所以会议之前，你就想调查三省台？没错。军长大人因为杨明华一事，动用了三省台的力量。从此之后，三省台就等于重新登上了朝堂。交出远州管辖权之时，就让三省台损失惨重。他们对军长大人极为不满。如今刺杀婉言之后，他们恐怕又要借着修缮瓦云之名，谋取私利，再利用种种特权，胡作非为。军长大人也不便说什么。所以克制三省台也是军长大人的意思了。我这么做只不过是顺水推舟。我要的是拿回调查权。不舒服吗？
我不舒服，浑身不舒服。生病了？鲁地到底在干什么？原来是因为鲁地最近没有来骚扰我们，所以大人才浑身不舒服。对，怪不得我浑身不舒服，原来是太久没打鲁地了。鲁地正养精蓄锐呢，没劲儿打咱们。哎呀，我们兵力不行，而且单兵素质能力也跟他们相差太远，我们不能主动出击，得好好想个办法，让他们主动来打我们。这段时间鲁地确实没攻打布鲁村，但是其他几个城市他可没少骚扰。地图，快拿出来！快拿出来！反了！哦，骚扰周边，看来是要把我们之前攻下的邢台给围起来。哎，这个想法不错，但是这样运粮线路就增多了，消耗增大。这么说，他们很快就没粮了。我晓得该怎么做了，快去把阿泽和李农给我叫过来。好嘞。别动！出来！哎呀！哎，我说，咱不是打鲁地吗？怎么老大让咱们俩跑这儿打地洞来了？这叫钻掘打井。呸！这不是用来灌溉的吗？跟打鲁地有什么关系啊？哎呀，你就别问了，大人怎么说咱们就怎么干。哎，你敢推我你？干活。大人，光明王正在四处派人打井。打井？给我标出来！快点！此处，此处，还有此处。这是要引水灌溉发展农业，这得扎根了。这个光明王，鼠目寸光。待我形成合围之势，定能将他一举拿下。布卢村周边的路大大小小加起来一共几十条，而这里就是我们的粮仓，所以到底如何避过鲁地的耳目，顺利的从我们的粮仓把粮食运出来？你们俩给我说说，你们的计划。大人，您才是统帅。统帅听属下的汇报不是天经地义吗？现在咱们布卢村周边肯定布满了鲁地的斥候，那也扛不住咱们路多呀。咱们10条路同时运，谁能分得清谁是谁啊？我觉得可行，但是鲁地向来多疑，这个烟雾弹得做得漂亮才行。那就这么办吧。粮仓是我们的命脉，所以你们一定要小心，千万不能让鲁地的人发现了。知道吗？这便是目前属下得到的全部情报，请大人定夺。大人，这对方派出了10几辆运粮车，这方向还各不相同，这定是为了扰乱我们的视角，让我们分不清哪一条才是通往粮仓的路。属下以为，我们应该派出10几路人马，这宁可费力，也不能错过呀。不急，你派人接着探，有消息及时汇报。果然神机妙算呀！白天，他们放出的那10几队运粮车，定是他们放出的烟雾弹；晚上，夜里隐蔽食物出动了，才是真正的粮车。想那光明王前几日还在挖井打泉，可曾想到今天会被我们来一个后院起火？大人，咱们接下来怎么办？
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！哎，白川，你干什么呀？你盖这个白布干什么？我还以为你挂了。哎呀，这个远州啊，天干物燥的，待了数日，这个脸就跟沙漠一样。这是我自创的贴面补水法，要不你也试试？前线传来消息说，鲁地已经率兵跟着罗杰往粮仓的方向去了。大人尽快出发。哎呀，不急不急。白川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一个姑娘家的，也不知道好好保养保养。哎呀，缺水的话容易长皱纹，而且还会变老。还好咱们提前打了井，现在有充足的水源。子川秀，军机不可延误。你要是再这样的话，就别怪属下以下犯上了。别急嘛！你看，这个缺水还容易脾气暴躁。你看鲁地那个暴脾气，一看就是缺了很多水啊。在远州连夜赶路，很多士兵估计连脸都没机会洗一把。赠人玫瑰，手有余香。既然咱们打了井，就应该照顾一下邻邦，尽一下地主之谊，对不对啊？大人，你看，光明王小儿鬼点子再多，终究不过是个自大的小孩儿，哪比得过大人的神机妙算啊！大人，粮仓就在前面，赶走！大人，这光明王怎么把粮仓弄到了地下？别说，这光明王还真会找地方。这里毫无人烟，十分隐蔽，确是储粮的绝佳之地呀！我借他一个脑袋，他都想不到我能发现这里。傻子！光明王，听说鲁地大人要借我的脑袋用用。胆小鼠辈，你出来与我一战！你用手借来与我一战！哎呀，正面跟你战，我可不敢。那你惯着我有什么用？原来你大井挖泉不是为了灌溉良田，是为了挖下水道灌溉老子！哎呀，鲁地大人果然绝顶聪明，在下实在是佩服。那不如你先洗个澡，之后再与你长谈。走了。等等，你回来！光明王，我与你不共戴天！找出口，快找出口！鲁地大人，远州水资源短缺，特别是行军在外，可能一连好几天都洗不上一回澡。不知鲁地大人是否跟我有一样的感觉？光明王，你以为你很高明吗？这次是我大意了，但是只要我稍加小心一点儿，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哦，鲁地大人，起来吧。
你走吧。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？我光明王别的什么都不多，就是时间多。既然鲁地大人不服，那我们便择日再战，战到你服为止。但是，我不能白战，你得付我兵钱。这个灵雨呢，就当做是利息了，啊。等下次再碰到你的时候，我们一并结清。好，这次你帮了我一马，下次等我灭了你的军队，收复了北族的领土，我也会放你一条生路。说得好，就冲你这份勇气，下次我再碰到你生擒你的时候，我也会放你一条生路。嗯。快跑！大人为何又放虎归山？因为鲁地这个人性格执拗，百折不挠。头儿，你要这口啊？哼！我们远州联盟军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对手，作为陪练。鲁地这个陪练呢，真是万里挑一。我怎么会不喜欢呢？行了，收兵，回营。大人，这就是信里面这些关键性的人物。另外，按照您的吩咐，我已经带了一些难民和工兵，我把他们安排在了城外的驿站里。走，去看看我们的证人。唉，我这一走啊，也不知道我老婆能不能忙得过来。唉，你还想你那烂摊子呢？都念叨一路了。哎，你们说，那位大人真能管事吗？你知道这是哪位大人吗？我不知道。远州刽子手，没听过？竟然是他！你怕什么？你们当兵的当然不怕，像我们老百姓，他在我们心中啊，就像是死神一样的存在。死神又有何惧？最是无情，同时也最公平。那些心怀鬼胎的活人，远比死神要可怕10000倍。这些就是来自瓦云的暴民。是大人，就是他们几个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想要去帝都举报3省台的各位大人。哼，你们原来不是来伸张什么正义的，是要把我们赶尽杀绝。原来这是个圈套啊！如果你们放弃举报3省台，并回去劝说其他工匠和难民，我就让你们活着回去。这次出来，我们就没想着活着回去。你可以堵住我们的嘴，但堵不住悠悠众口，也平息不了那么多的愤怒。我们作为代表，身先士卒，死不足惜。但是我们瓦云还有那么多人被欺负的百姓，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对，瓦云的事不会被这么轻易的接过。我们几个就算死在这儿，也是死得其所。来呀，你要杀就杀呀！我老婆知道我死了，她会很难受，但是她也会知道，我在用另外一种方式在保护她。杀呀！来呀，来吧，来呀！如果真到了帝都，可能会面临9死1生，那还愿意跟我去吗？为了瓦云，9死不悔。当真？
自从上次那位老麒麟来受勋后，帝陵就一直在调查这件事。有什么动静吗？目前还没有。放心吧，他找不出什么证据，现在说不定在家正愁眉苦脸呢。萧参事，这是……这擦干净了之后，倒反觉得没有之前漂亮。拿去，替我把它扔掉。你要没什么事儿，也先回去吧。是。大人，这就是三省台手下私募兵的统计清单，大人请过目。如今，动辄便要破万了。其实这件事儿，本就是一件喜忧参半的事儿，大人也不必太过忧心。正所谓，兵强则国强。如果三省台手下的士兵愿意参与招募，那么未来我们将拥有大量的兵源。不过，我在调查私募兵的时候，又发现了另外一件事。瓦因要案修建以来，进度十分缓慢。本该得到安置的难民流离失所，无人管理。至于工兵的待遇，更是差强人意，导致瓦因时局十分混乱。修缮瓦云一事一直是三省台经手的，此事事关三省台，关系重大，举足轻重。你查清了吗？时局太过混乱，查到的物证有限，但我带回来许多人证。如今这种局面，无论中间发生了什么，三省台都需要出来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。三省台的人呢，他最擅长的就是解释。如今瓦云难民成千上万，若仅靠三省台几张口舌便可以安然化解，若真有此本事，当是我们子传之幸。那既然如此，你带上你的证人，此刻我们就去议事厅找三省台。是，走。跟诸位大人介绍一下你们自己。大人，我叫川南，是瓦云一名普通的面馆老板。你的面5斤。一碗面，你要我5斤？对啊，加肉的还8斤呢。哎，你干什么？砸你黑店！砸谁黑店？说谁是黑店？一碗面，你卖我5斤？我们都冷静啊！你听我跟你解释，如今这世道，我们赚10个斤，就要交8个斤的税，剩下2个斤，还要养活一家老小。您去打听打听，但凡敢冒着风险开店的，谁不是这个价呀？冒什么风险？他们来了，我不卖了。大人，我是做小本生意的，没做过违法乱纪的事，你们不要抓我，不要抓我！我们是管理修缮的专员，修缮工程浩大，所需人手众多。作为瓦云子民，你也该出份力。带走，走！千万不要抓我！不要抓我，大人！大人！要不是我平时行事小心，早就被他们抓走了。
修缮本该是最积极踊跃的事儿，如果到了强抓壮丁的地步，定是管理机制出了问题。接着说，你又是谁呀？我叫昌黎，是重建瓦园的工匠。我从小就在工地里摸爬滚打，到现在20多年了。咱们工匠从不介意伙食差，能管饱就行。但是我们是来卖力的，不是出来卖命的呀。这安全措施差，眼看人骨头都摔断了。这磨磨蹭蹭送到医馆的时候，人都疼晕好几次了。这给的补贴还不够全家人吃3天的饱饭呢，这不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吗？大人，您一定要替我做主啊，大人！好了，你退下去站在一边吧。你们俩呢，也是被抓来的吗？回大人，我是原派一城远州军第15队的项羽。我是原派一城远州军第12队的鼎成。战争结束以后，我们回到了瓦云，因为之前受了伤，没法干重活，所以就当了个城门的守卫。然而我们没有想到，这仗打完了之后的日子，才是真的可怕。此话怎讲？我们打仗的时候，军饷至少可以补贴家里，结果这所有的事情都结束了，我们的家人却……不可能。根据修改的伤病法案，提供的抚恤金完全够供养2个家庭。可是从始至终，我们只收到了离开时的那一份，20金。我们出来之后就一直住在难民营里，所有的难民，他们从来都没有得到相应的补贴。好了，谢谢你们的证词，下去吧。哼，就凭这几个人红口白牙的说辞，又能证明得了什么呢？参使说的话，其实我也想过，所以我让葛青带回来许多人证，其中包括伤兵、残兵，还有被抓走丈夫儿子的老人妇女，2、3个人可能会被收买，但成百上千的人都说同一句话，难道你们还想狡辩吗？马威代表3省台，向军长大人以及各位同僚谢罪。何罪之有？监督各处工作，弥补家族运行中产生的漏洞，保护国泰民昌，这本是3省台存在的意义。如今帝林大人一口咬定瓦云出了大事，我们竟毫不知情，如此监督不力，是我们3省台的失职。3省台要为自己的不利接受处罚。大人，那就请尊重3省台的建议，重组3省台，以肃风气。就算3省台监管不力，有失职之处，重组3省台，未免太过严重了。假如不仅是监管不力呢？你什么意思？之前马威参使和您殿下搞了一个慈善晚宴，为了修缮瓦云，募集了大量的资金。如今这笔资金出现了问题，有些人难辞其咎。你把话给我说清楚，你说的是谁？负责通商惠民的马钦参使，就是你马维参使的哥哥，是吧？负责军队的关九，他的老婆就是你萧平参使的外甥女。我说的没错吧？你的堂弟最近新找的幕僚工作干得还不错吧？啊？帝林大人，果然是铁血手腕啊！看来真的是什么都瞒不过你
啊？各位，善款数目众多，瓦云距帝都又十分的遥远，我们几个日夜忧心，中途会有人图谋不轨，中饱私囊，所以商议之下，都决定启用或者暗中联系亲信之人，以便全面监督修缮事宜。这是近3个月的账本，请军长大人过目。哎呀，三省台的人还是很有心呐。只是分内之事。按照账本上的记录，战后的瓦云恢复缓慢，在一切缓慢的启用之中，虽有波动，但也绝不像帝林大人所说的这般严重。三省台支持家族工作多年，尽心辅佐是兢兢业业，大家有目共睹，何曾有过野心？如今帝林大人如此的质疑三省台，这明摆着就是怀疑三省台所做的一切。帝林大人不妨说明，大不了换人就是了嘛。这个位置我是不在乎的，但必须要为日夜操劳的官员们讨个公道，绝不能平白无故的受人家冤屈。小平大人，哼，其实也情有可原。现如今驻扎在瓦云的，几乎都是从前的远州军及其家属。子春放弃了远州以后，远州军的地位大不如从前。他们若是想为自己谋些私利，倒是也不足为奇。你什么意思？那些人都为远州流过血，他们所有人都有着集体荣誉感和家族使命感，绝对不会因为一己私利罔顾家族利益。哦，他们曾经也是司一林将军的下属，是在下妄言了，实在是抱歉。诸位，此事关系重大，不是3言2语可以定夺清楚的。大人，属下建议派人再度调查清楚之后，咱们再商议如何处理。哎呀，听了半天，听得我头疼脑热的。这样吧，你们各位各执一词，也没有个结论。今天这事儿啊，我看就到此为止吧。啊。看来他们是有备而来。这次，你触动了他们的利益，他们肯定不会放过你。大哥，你小心一点。我爱。那接下来怎么办？准备把难民放进城吗？不是放进城，是资助。这样既能解决他们的基本困难，我们又可以获得更多的人证。安置在南大营吧，那儿闲置着。好。这是咱们今年的收成。对，这么多钱！我去，咱们发达了呀！这是远州的钱，也不是我们的。听说今天算账，我想，先把门关上。我先来领点预算，还有阿泽、古雷他们。头儿，你刚刚说什么？你先过来。蹲下来啊！现在大局初定，我觉得是时候把远州归还给不丹长老了，顺便跟他提一下分成问题。我觉得2-8分怎么样？其实2成就够了。
够了。你和他们的先等等，等我跟不丹长老算完账之后，再跟你们单算。我觉得成啊，这么多钱，咱就算是个二，后半辈子也不用愁了。你才是个二呢！我们现在还不能走。为啥呀？鲁地现在被咱们打得一蹶不振，远州也初步稳定，正是花钱逍遥的好时候嘛！啊！瓦云这一部分是林不虚的地盘，然后剩下这些，我们和鲁地各占一半，属于平分秋色。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走了的话，鲁地肯定会带兵扩张，到时候远州就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了。看来还没有彻底稳定，我们是走不了了。确实，鲁地现在跟咱成对峙之势，他动不了咱，咱也动不了他。怎么就动不了了？就没有无缝的蛋？缝在哪儿呢？你别看了，你也就种粮食有点用。我还会打井呢。哼。大人的意思是，现在远州虽然很多地方被鲁地控制，但是呢，有一部分邢台是属于自治。如果我们能够让这些邢台都支持我们的话，那我们就能够在远州大大碾压北族了。可以呀，头儿，那咱现在就派几个使者去各个邢台转一转。行啊，白川，这事就交给你了，多准备一些特产还有礼品。咱们现在有钱。光明王美名远扬，那些人早就迫不及待想要投入您的怀抱了。嘿，收敛点。城都没进去。没有。都没有正面回应。一点面子都不给。哼，一点也没给。对不起，我再好好想想办法。你滚吧。你们再等一下，再等一下！我跟你们说了100多遍了，我们做完证回来就来等消息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消息啊！我们千里迢迢从瓦云过来，就是为了要个公道。我们现在已经过来了，你们什么都不给我们安排，我们现在门都出不去。对呀！让我们做点什么？去三省台，还是冲进军长府啊？大家听我说，外面的人都在说，他们在说什么？说三省台用瓦云的钱置办的产业，现在还在相互推诿。相信这个帝都还没有王法了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你别管！没了，你干什么呀？我要去找那些当官的，让他们给我们所有人一个交代。你们有没有考虑过，这可能是帝林大人的手段？现在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之下，三省台的人必然会低头。我们现在能做的，就是在这静等消息。如果我们现在闹得更大，那只会适得其反。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？用我们自己的方式，给这把火再加点油。老板，小姐，对不起，今天店里歇业，先不做生意了。为什么呀？刚刚不是还好好的吗？怎么我们一来就歇业了？您看，我们小姐好不容易才出来一次，我们买个东西马上就走。哎，是因为还我公道！还我公道！三省台贪污抚恤金！这是怎么回事？他们呀是瓦云来的难民，说是抚恤金让三省台给贪了，这三省台的人不承认啊，闹得不可开交。你也快回去吧，我看官府就快来人了。还我公道！三省台贪污抚恤金！三省台贪污抚恤金！还我公道！还我公道！三省台贪污抚恤金！三省台贪污抚恤金！我问你，瓦云的事情跟你有没有关系？有，不光有，而且是莫大的关系。慈善晚宴是你我2人共同筹办的，而善款的拨用也全程由我经手。
修缮瓦云对我来说同样意义重大，因为那修缮的不仅是一座城市，更是无数个因为战争而支离破碎的家庭。那善款呢？善款为什么没有到难民手里？你不曾亲眼所见，也可能不知战争对一个城市的伤害究竟有多大。这种伤害绝不是一朝一夕便可以恢复过来的。就算是繁盛如帝都，角落里依然有苦难的人民，更别说是千疮百孔又地处偏远的瓦云。明殿下，对不起，是我做的不够好，没有事事亲力亲为，处理得干净利落，才被有心之人钻了空子。但是慈善晚宴是我们共同的努力，不管怎样，你都要相信，我内心所期望的跟你是一样的。你要知道，很多东西除了财力、人力以外，还需要漫长的时间来治愈。但之后我会更加努力，去完成并守护我们共同的愿望。殿下今天累了，我先回去了，你好好休息。帝林向来有手段，想的也周到，但现在传闻越演越烈，再放任，恐怕会掀起动荡。不会的，三圣台有属于他们那套兵法。上次让我们见识过了指鹿为马，将远州之战说成是司义林残暴好战。这一次，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手段？以他们的性子，必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但这样会不会伤到宁殿下？毕竟这件事情是由宁殿下亲办。这一层我早就想到了，我自有办法让小宁全身而退。慢点，喝急了总会烫了嘴。再这么下去，三圣台迟早得被唾沫淹了。帝林大人这招的确厉害，既兵不血刃，须臾间却给三圣台带来巨大压力。你还有心思夸他？赶紧想想办法怎么解决吧。不知道二位参使听没听过“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”？我在南大营有不少朋友，我相信他们不会拒绝的。我们这天天游行，连口水都喝不上。忙活这么半天，连理我们的人都没有。现在帝林大人那边一点动静都没有，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你们还没有意识到，自己就是个牺牲品吗？你说谁是牺牲品？帝哥啊！帝林为什么把你们从瓦云弄来？舒律司和三圣台一直不和，本来拿你们当枪使。说白了，咱们就是些小兵卒子，谁会在乎咱们的死活呀？
不如我们直接冲进三圣台，打倒这个舒利斯，让他还我们一个公道。对，还我们一个公道，是不是？还我们一个公道。各位，你们真的觉得帝林和三圣台是罪魁祸首吗？诸位，真正的罪魁祸首，第一个就是都正司的歌山。远州一路兵败，连12、13个邢台都是因为有歌山这样反战之人的存在。他心胸狭窄，胆小怕事，阻止家族建立军队，将热血儿郎的报效之心全拦在了军队之外，让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土地被人夺走，同伴被人杀害。我们是军人，为家族卖命，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，都是因为这些反战之人。他们无视我们的付出，不认可我们的牺牲。除了歌山，还有地戍军的统领司义林。我们跟着司义林在帕邑拼死拼活，那么大的败仗，他不仅毫无愧疚之意，回来反而自己还能加官进爵。而我们呢？这种人该不该死？该死！该死！你们觉得公平吗？不公平！不公平！不公平！惩治司义林！军队强屯阻抢，我们要抚恤金！我们要抚恤金！要恢复四川军人的荣耀！要恢复四川军人的荣耀！要抚恤金！要抚恤金！惩治歌山！难怪帝林大人坚持让您坐马车恢复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一夜之间舆论瞬间倒戈，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您和歌山大人身上。要恢复四川军人的荣耀！要恢复四川军人的荣耀！惩治歌山！惩治歌山！要抚恤金！要抚恤金！要四川军人的荣耀！别走正门了，从后门绕吧。要抚恤金！这狗贼，这次一定要杀了他！走，跟着他。出人！带着快走！停车！歌山司义林在那儿，惩治罪人！所有人扶上民众！让我进去！部队，科长，我先送你回去。后退！后退！退下！这次多亏了司义林及时赶到，才有惊无险。刺客抓到了吗？没有，歌山已经被严密保护起来了，但司义林还是独来独往。这倒无妨。就算是军队里的人，也没有几个人敢跟司义林正面交手的。当然，司义林也不会随便去伤害一个百姓。他是一名军人，那军人的职责是什么？不就是保护百姓吗？是。三圣台果然根深叶茂啊！这帝都的风向，转眼就要变了。风再大，总有停歇的时候。我们静观其变就可以了。您最近总咳嗽，小心吹风受寒。这次多亏了你出的主意，要不咱们三圣台真被地雷给拽下去了。王哥参使说笑了，咱们三圣台也没做过亏心事，清者自清。帝林就算有那祸水东引的心，也不能颠倒黑白，不是？对，咱们清者自清。这三省台真是下了大手笔啊！还有别的事吗？歌山大人遇刺了。歌山遇刺了？
司林在哪儿？你们打不过我的，赶紧走吧。没事吧？在战场上，我们相信你会带我们取得胜利，扬眉吐气。战败了之后，我们相信你会给我们修城池，安置好伤兵，甚至到了最后，我们都相信帝林会给我们一个公道。我知道我们打不过你，但是我们不怕死，我们愿意为我们所守护的人民尽最后一份力，就算是死了，也死而无憾。对不起。大人，司令大人，赶紧走吧，丁城，很快就会来人的。走了，走。大人，您记得我？我当然记得。原派一城，第12队的丁城，第15队的项羽，第17队的明妃，我全都记得。大人，7万名士兵跟我一起守住帕邑，最后100人不到。大人，你们都是战士，为国捐躯，赴死沙场，是你们应该做的，可你们不该受这屈辱，这都是我的错，所以我愿意挨这一刀。大人，再给帝林一些时间，他会给你们一个公道的。走。有人来了，走了！大人，快走！